晚上11点，我爸的保密手机响了，那是一部老式手机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他响过。我爸说这是他当年在里面的时候用的，只有几个最亲近的老战友知道号码，已经5年没有动静了。手机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爸抓起手机走到了阳台边上，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，只能看到他的背挺得笔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3分钟后，他挂了电话。他转过身，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绝望和坚定。他看着我和我妈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还有72小时，全面失控，收拾东西，我们马上去西山。”老陈，到底怎么了？谁打来的电话？我妈着急地问。是老排长。我爸的声音沙哑，他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，从来不会开玩笑。他只说了3句话：72小时后全面失控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守住地下工事。说完电话就断了，再也打不通了。我爸退伍后就带着我们在这个小城市开了一家小超市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他从来不肯跟我们说他以前的事，只是偶尔会对着一张老照片发呆。地下工事？什么地下工事？我不解地问。我退伍的时候，老排长给了我一张地图，让我在西山脚下买一块地，建一个地下工事。他说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。我爸一边说，一边从卧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地图。我花了10年时间，一点一点把它建好了，里面储备了足够我们一家3口生活10年的物资。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看着我爸严肃的表情，我知道他没有说谎。接下来的72小时，我们家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。我爸联系了2个还在本地的老战友，他们都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。他们开着2辆改装过的越野车，带来了大量的物资和弹药，5把猎枪，几千发子弹。我们把超市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打包，然后分批运到西山的地下工事。老排长说的没错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，甚至连邻居都没有说。我问我爸为什么不提醒他们，他苦笑了一下，没有人会相信的。等到他们相信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守住自己的家人。今天晚上11点59分，刚好72小时。我们刚刚把最后一箱物资搬进地下工事，关上了厚重的钢门。就在钢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外面传来了密集的枪声，还有震天动地的嘶吼声，听起来就像是有成千上万头野兽正在冲向这座城市。我爸走到控制台前，打开了外面的监控。监控画面里，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，街道上挤满了那些吃人的怪物，他们疯狂地冲击着每一栋建筑，每一扇门窗。几辆坦克从街道上开过，对着怪物群开火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怪物们像潮水一样爬上坦克，很快就把坦克淹没了。他们来了，我爸轻声说。他关掉了监控，转过身看着我和我妈，脸上露出了一个疲惫的笑容。别怕，这里很安全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活下去。地下工室里灯火通明，温暖而安静。外面是正在燃烧的世界，是人间地狱，而我们是躲在地下的幸存者。厚重的合金钢门还在微微震颤，外面的嘶吼和枪声隔着几十公分厚的金属传进来，只剩下沉闷的嗡鸣，像闷雷滚过地面。我靠在冰冷的墙面上，心脏还在狂跳，指尖冰凉。刚才关上钢门的那一秒，我清清楚楚看见几只青灰色的影子扑到了门外侧的防护栏上，尖牙撞在铁栏杆上，发出刺耳的脆响。我爸最先回过神，他伸手按了一下控制台的按钮，确认3道门锁全部落锁，才转过身扫了我们一眼。都别愣着了，老王，你去检查发电室和通风系统，确认备用电源能正常启动。老赵，你去监控室把所有摄像头都切出来，重点盯着入口和周边山路。他声音很稳，跟刚才那个带着绝望和坚定的判若两人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部队带兵的状态。2个老战友立刻点头应下，拎着各自的背包转身就走，脚步沉稳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王叔叔叫王贵，以前是部队的工兵，玩了一辈子炸药和机械，手特别巧，超市里的货架、冷柜都是他帮着修的。赵叔叔叫赵磊，以前是侦察连的，眼神特别毒，平时话少，坐一下午都不带出声的，但周围有一点动静他都能察觉。我妈攥着我的胳膊，脸色还有点发白，但是没哭也没慌神。她跟着我爸过了一辈子，早就练出了遇事不慌的性子。陈建国，这工事到底有多大？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他开口问，声音有点哑，但很稳。我爸抬手揉了揉眉心，拿起桌上的地图铺在控制台上。整个工事分3层，我们现在在第1层的指挥区，旁边是储藏室、卧室和厨房，往下第2层是设备间和水仓，第3层是备用仓库和应急通道。10年时间，我一点点挖出来的，所有材料都是分批拉进来的，没人知道底细。他指尖在地图上划过，语速很快，物资我都清点过，里面粮油够我们5个人吃10年，罐头和压缩饼干更多，药品、燃油、电池都备足了，还有净水系统，只要不被破坏，喝水不成问题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守好门，外面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随便开。我盯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注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我爸开了10年超市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进货理货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。我从来不知道他背地里花了这么多心思，建了这么一个地下堡垒。爸，老排长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怎么知道会出事？我忍不住问。我爸的手指顿了一下，眼神沉了沉。他是我当年的老上级，特种部队出来的，参加过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任务。他说的话从来没有落空过。退伍后他好像进了什么保密单位，联系很少。5年前他最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以后没事别联系，要是哪天这个号码响了，让我立刻按他说的做。他
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点，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个电话，没想到还是来了。我们没再多说，跟着我爸去各个房间查看。公室里装修的很简单，水泥墙面，但是打扫得很干净，一点都不潮湿。4个卧室都摆了上下铺，铺着干净的被褥，储藏室里堆得满满当当，从食物到日用品，甚至还有几箱书和一副象棋，都是我爸一点点搬进来的。厨房有液化气灶，还有电蒸锅，旁边的储物架上摆着各种调料，甚至还有2罐我妈爱吃的黄桃罐头。我妈看着那些罐头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她之前总说我爸乱花钱，没事就往西山跑，拉回来一堆没用的东西，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转了一圈回到指挥室，老赵正盯着面前的8个监控屏幕，眉头皱得很紧。陈哥，城里情况比预想的糟。他见我们进来，抬了抬下巴，指向中间的屏幕，主干道上全是那种东西，军队的防线已经崩了，刚才过去的几辆坦克都没了动静。屏幕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影在晃动，他们撞碎商铺的玻璃，冲进居民楼，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，偶尔有几声枪响，很快就被嘶吼声淹没了。我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，上午我还在超市里理货，跟邻居张叔打招呼，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地狱，心里堵得慌，但我没说什么。我爸说的对，没人会信，等信的时候就晚了。老王也回来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没问题，发电机是新的，柴油够烧3年，通风系统正常，还有独立的空气过滤装置，就算外面有病毒也飘不进来。水仓是接的山泉水，过滤后可以直接喝，没问题。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至少目前来说这里是安全的。我妈去厨房给大家煮了点热水，泡了几包方便面，加了火腿肠和鸡蛋。我们5个人围在桌子旁，谁都没说话，只有吸面条的声音。这是末日来临的第一顿饭，简单热乎，却吃得人心里发沉。吃完饭已经是凌晨2点多，我爸安排了轮班，老赵值第1班，盯着监控；老王值第2班，负责设备；我和我爸值后半夜，我妈负责后勤，不用值夜。我刚想回卧室躺一会儿，老赵突然低喝了一声：“过来，有情况！”我们立刻凑到监控屏幕前，通往山脚下的小路上出现了3个人影，2男1女，跑得踉踉跄跄，时不时回头看，脸上全是血和汗，是幸存者。我妈小声说，他们好像在往这边跑，不用她说也能看出来，那3个人的路线很明确，就是冲着西山工事的入口来的。他们身后几百米远，几只青灰色的怪物正嘶吼着追过来，速度很快。很快，3个人跑到了肛门外面，隔着防护栏拼命砸门：“里面有人吗？开门啊！求求你们开门！后面有怪物追来了！”女人的哭声尖利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隔着厚厚的肛门都能传进来。救命！我们是山下的居民，我们没被咬，让我们进去躲躲吧，求求你们了！2个男人也跟着砸，用拳头砸，用肩膀撞，防护栏被撞得哐哐响。我妈攥着我爸的胳膊，指尖都发白了。她看着屏幕里狼狈的3个人，嘴唇动了动：“建国，要不让他们进来吧？看着怪可怜的，都是一条命。”不行，我爸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语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咬？潜伏期多久我们都不知道，万一混进来一个，我们5个人全完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爸打断他，眼神很冷：“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能精准找到这里？山下那么多山洞，他们不躲，直奔这里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老王也点了根烟，叼在嘴里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嫂子，陈哥说的没错，末日当头，先顾好自己家人，我们的命也是命，不能为了陌生人搭进去。再说了，真放进来，物资够不够分是小事，万一他们起了歹心，我们这点人根本防不住。”老赵没说话，只是手放在了旁边的霰弹枪上，眼神死死盯着监控。外面的人见里面一直没动静，情绪开始激动了：“里面的人有没有人性啊？见死不救，你们会遭报应的！开门，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们就砸了！”他们骂得越来越难听，甚至开始捡地上的石头砸防护栏。就在这时，嘶吼声静了，3只怪物猛地从树林里冲出来，直接扑到了最外面那个男人身上。男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很快就没了声音。剩下的2个人吓得魂都飞了，转身想跑，却被另2只怪物追上，按在地上撕咬。惨叫声持续了不到半分钟，就彻底停了。监控画面里，3只怪物趴在地上啃食，血肉模糊。我妈别过脸，不忍再看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我心里也像压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但我知道我爸是对的，如果刚才开了门，现在躺在外面的可能就是我们。怪物啃食完，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，又慢悠悠地回到了树林里，周围重新恢复了安静，只有远处城里传来的隐约嘶吼声。都回去休息吧，保持警惕。我爸沉声说：“这种事以后只会多不会少，都习惯点，记住，任何情况下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开门。”大家都点了点头，气氛有点压抑。我刚转身准备回卧室，老赵突然又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更沉：“等等，你们看这个！”他指向最边缘的一个监控画面，那是对着山下主干道的。画面里，一队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人，大概7、8个，手里都拿着自动步枪，正沿着山路往西山的方向走。他们行动很规整，呈战术队形前进，沿途遇到落单的怪物，直接点射爆头，干净利落。为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平板，时不时低头看一眼，然后抬手示意方向。他们的路线笔直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目标明确，就是我们这座地下工事。我爸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冷得像冰。坏了，他们是冲我们来的。老王也皱起了眉，这伙人不简单，看动作都是练过的，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工事？我爸盯着屏幕里为首的男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老排长的图纸可能不止1份，有人把工事的坐标泄露出去了。”凌晨3点的地下工事里，温度明明适宜，我却瞬间觉得浑身发冷。刚送走了零星的幸存者，又来了一队装备精良的武装人员，我们的避难所已经被人盯上了。那队人的速度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出现在了入口附近的监控画面里。他们没有贸然靠近，
先在树林边缘停了下来，两个人散开警戒，剩下的人蹲在地上研究地图。为首的男人时不时抬头打量公室入口的方向，眼神很锐利。一共8个人，都带了自动步枪，还有2个背着背包，看起来像是炸药。老赵的声音很低，手指在屏幕上点过。你看他们的战术动作都是专业的，不是普通的混混。我爸抱着胳膊站在屏幕前，脸色凝重。老王，正门的防御怎么样？他们带了炸药的话，能不能炸开？正门是30公分厚的合金钢，门框是钢筋混凝土灌的，普通的 TNT 少了根本炸不开。老王蹲下来，敲了敲脚下的地面。不过他们要是玩命堆炸药，一直炸门框的话，混凝土扛不住，顶多炸个3、5次，门框就得松。那就让他们炸不了。我爸眼神一厉，老王，你之前在入口周围布的半发雷还有多少？还有6个，都是我自制的，装的钢珠，近距离威力不小，炸断腿没问题。老王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黄牙，本来是防野猪的，没想到用上了。去，再布几个，重点放在侧面和树林入口处。我爸吩咐道，他们肯定会绕到侧面找薄弱点，正好给他们点教训。老王应了一声，拎起旁边的帆布包就走，包里装着他的宝贝炸药和雷管，平时碰都不让我们碰。我妈有点担心，拉住我爸的胳膊，他们不会真是政府的救援队吧？万一炸伤了人，会不会有麻烦？嫂子，你放心，绝对不是救援队。老赵头也不回地说，官方救援队不会穿黑做战服，更不会偷偷摸上山。真要是官方的，早就用大喇叭喊了，还会带医生和物资，不会就这么几个人冲过来。我爸也点了点头，老排长说过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管他们是谁，敢打我们公室的主意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他转过头看向我，陈白，你去储藏室，把所有的弹药都搬到指挥室来，再拿几把砍刀和消防斧，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。好，我立刻应声，转身往储藏室跑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冲突的压迫感。以前在电视里看枪战片，只觉得刺激，现在真的有人拿着枪堵在门口，才知道每一秒都悬着命。但我不能慌，我爸说过，越是慌的时候越要稳。我把5箱霰弹枪弹都搬到了指挥室，还有2盒弩箭和3把砍刀。刚放好，外面就传来了喊话声，声音透过钢门传进来，有点闷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应急管理局的特别行动队，奉命接收西山预备工事，请你们立刻开门配合，我们会统一安排幸存者撤离，保障你们的安全。声音很洪亮，说的有模有样。我妈愣了一下，看向我爸，听着好像真的是官方的，装的。我爸嗤笑一声，拿起对讲机喊老王，老王，别露头，他们在喊话，炸我们开门呢。对讲机里传来老王的声音，收到，我正往侧面布雷呢，他们派了2个人往左边绕了，看样子想摸过来，注意安全，别硬拼，炸完就撤回来。放心吧。外面的人喊了3遍，见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声音冷了下来。里面的人，我警告你们，这是国家财产，你们私自占据是违法的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强行突破了，到时候后果自负。威胁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，我们还是没人理。老赵靠在墙边，闭着眼睛养神，手指却一直搭在枪上，随时都能抬起来射击。又等了几分钟，外面没声音了。陈哥，他们动了。老赵突然睁开眼，指向左侧的监控，2个人摸过去了，应该是想找通风口或者侧门。屏幕里2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弯着腰，沿着墙根往侧面走，手里端着枪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时不时拨开地上的杂草，看起来很有经验。马上就到老王的雷区了。老赵的声音没什么起伏，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话音刚落，监控画面里突然闪过一道火光，紧接着是一声闷响，砰！2个黑衣人直接被炸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惨叫着打滚，腿上全是血。干得漂亮！老王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带着点得意。外面的人瞬间炸了锅，有埋伏，隐蔽。为首的男人低吼一声，剩下的5个人立刻找掩体躲了起来，自动步枪朝着公室入口的方向胡乱扫射，子弹打在钢门和混凝土墙上，叮当作响，火星四溅。我们在公室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却一点都不慌。这点子弹连钢门的漆都打不掉，撤，都撤回来！为首的男人喊了一声，2个人拖着受伤的同伴，慢慢退到了监控死角。树林深处，入口前重新恢复了安静，只留下地上的血迹和2个被炸变形的钢珠。第一波交锋，我们赢了。老王也从侧门的通道绕了回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妈的，这伙人还挺警觉，差点就踩第2个雷了。他拿起水杯灌了一大口水，不过也够他们喝一壶的。那2个腿肯定废了，没医药的话，撑不过今晚。我妈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没说出口。经过刚才那3个幸存者的事，她也明白了，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。你可怜别人，别人可不会可怜你，他们不会就这么走的。我爸敲了敲控制台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会报复。而且他们知道公室的位置，说明手里有准确的坐标，说不定还知道公室的结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知道侧门在哪？老赵皱起眉，不好说。我爸摇了摇头，老排长的图纸是全套的，要是真泄露了，别说侧门，连通风管道的位置他们都知道。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。如果对方对公室了如指掌，那我们的地形优势就会大打折扣。这样，老赵你继续盯着正面监控，老王你去检查侧门的防护，顺便在侧门外面也布上雷，越多越好。我爸很快做出安排，我去检查通风口的防护网，陈白你跟着我，搭把手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通风口
口在工事的顶部，通到山体侧面，外面装了3层钢筋防护网，网格很密，别说人，猫都钻不进来。我爸踩着梯子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，又加了2道铁丝固定。爸，你说这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一边递铁丝一边问。不好说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可能是以前部队上的人，知道预备工事的存在，趁乱出来抢物资占地盘，也可能是某些机构的人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。不管是什么，都不是善茬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，陈白，记住，从今天起，除了我们5个人，外面的任何人都不能信，哪怕是你以前认识的人也不行。末日里最可怕的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忙完回到指挥室，已经快天亮了，外面的人一直没动静，好像真的走了。但我们都知道不可能。老王也回来了，说侧门外面已经布好了雷，还堆了不少石头，就算炸不开，也能堵上一阵子。都轮班睡一会儿吧，养足精神。我爸看了看大家，我先盯着，你们睡3个小时，然后换班。没人反对，大家都累了。从昨天晚上接到电话到现在，几乎没合过眼，神经一直绷着。我回卧室躺了一会儿，却怎么都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外面那些怪物的样子，还有刚才爆炸的火光。翻来覆去熬了2个多小时，我干脆起来了，想去指挥室换我爸。刚走到走廊，就看见老王急匆匆地往这边走，脸色很难看。陈哥呢？出事了！我心里一紧，在指挥室呢。怎么了？侧门那边不对劲。老王的声音很急，我刚才去检查通风系统的末端，听见侧门外面有动静，像是有人在挖东西，而且侧门的锁好像从外面被撬动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跟着他往指挥室跑。我爸和老赵都在，听老王说完，脸色都变了。走，去看看。我爸抓起墙上的霰弹枪，子弹上膛。老赵，你留在这盯监控，有情况随时喊。老王，你带2个雷，跟我过去。陈白，你也跟上，注意身后。是。我们3个人沿着主通道往里面走，越往里走越暗，只有墙上的应急灯发出微弱的光。侧门在工事的最深处，对着山的背面，平时都是封死的，外面用泥土和石块盖着，特别隐蔽，连我都是第一次过来。走到侧门跟前，我果然听见了外面传来的轻微声响，咚咚的，像是有人在用工具挖石头。侧门是一道小一点的防爆门，大概20公分厚，门上的锁是密码锁，外面还焊了一道铁栓。老王凑过去，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，脸色更沉了。没错，有人在外面挖，想把侧门外面的覆土清开，看样子是想从侧门突破，正面佯攻，侧面偷袭。我爸眼神一冷，还挺会玩战术。老王，能不能从里面把通道炸它？可以是可以，但那样侧门就彻底废了，以后我们也出不去了。老王皱着眉，而且现在炸的话，震动太大，说不定会影响里面的结构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挖掘声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，不是人的声音，是那种怪物的嘶吼。我们3个瞬间绷紧了神经，举枪对准侧门，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就在门外面。然后是重物倒地的声音，还有骨骼碎裂的脆响。外面的挖掘声彻底消失了，只剩下怪物啃食东西的声音，黏糊糊的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我和老王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疑惑。挖侧门的人被怪物杀了。我爸抬手示意我们别出声，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啃食声持续了10几分钟，然后慢慢停了。怪物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周围重新恢复了死寂。呼，老王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。妈的，没想到怪物还帮了我们一把。我爸却没放松，他皱着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过了几秒，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很低：不对，山下的怪物怎么会跑到山背后来？而且刚好找到挖侧门的人。他顿了顿，眼神越来越沉。山上的怪物越来越多了。我心里一寒，是啊，之前只有城里有怪物，现在西山都出现了。我们以为躲在山里就安全了，可怪物已经追过来了。我们3个站在侧门跟前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确认外面的怪物真的走了，才松了口气。先回去吧，侧门暂时没事。我爸沉声说：老王，你再在门后加2道支撑，就算他们挖开覆土，也炸不开门。好，我们转身往回走，刚走到指挥室门口，就听见老赵的声音变了调：陈哥，快过来，他们回来了。我们立刻冲进去，看向正面的监控屏幕，只见那伙剩下的5个武装分子正推着一个盖着黑布的重物，慢慢走到正门跟前。那东西方方正正的，看起来分量不轻，2个人推都有点费劲。为首的男人站在防护栏外，对着工事的方向喊了一句什么，脸上带着狞笑。老王盯着屏幕，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。他猛地伸手指着屏幕里的重物，声音都有点抖：妈的，是成箱的硝铵炸药，至少有200斤。他们想把正门连带着山体一起炸它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200斤炸药，别说是肛门，就算是整个入口的山体都能炸它半边。我们引以为傲的防御，在足够的炸药面前，好像根本不堪一击。指挥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200斤硝铵炸药足以把入口处的山体炸它半边，别说30公分的肛门，就算是再厚1倍也扛不住。妈的，这群疯子！老王骂了一句，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。他们就不怕炸他了自己也进不来？他们进不来，也不想让我们好过。我爸的脸色很难看，手指紧紧攥着枪柄。反正正门破了，我们也是死。他们干脆炸他入口，把我们活活困死在里面。那怎么办？我忍不住问，总不能等着他们炸吧？所有人都看向我爸，等着他拿主意。我爸沉默了几秒，眼神逐渐坚定下来，不能被动等着。老王，你跟我从侧门出去，绕到他们后面，偷袭他们，把炸药抢过来。
或者直接引爆。不行，我妈立刻反对，外面那么多怪物，还有他们5个人都拿着自动步枪，你们2个人出去太危险了，留在里面才是等死。我爸语气坚决，200斤炸药一炸，入口塌了，通风口说不定也会被毒死，到时候我们全得憋死在里面。主动出击还有一线生机，我也去。老赵立刻站了起来，我侦查出身，前行没问题，能帮你们打掩护。不行，你得留在这盯着监控，指挥室不能没人。我爸摇了摇头，我和老王2个人足够了，我们从山背面绕过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老王也点了点头，放心吧嫂子，我和陈哥配合了多少年了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们。我妈知道劝不住，只能红着眼圈给他们准备弹药和急救包，一遍遍叮嘱注意安全。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说什么多余的话，只是冲他点了点头，然后他看向我，陈白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守好指挥室，照顾好你妈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只要我们没回来，就不许开门，听见没有？爸，我心里一紧，想说我也去，可我知道我去了只会拖后腿，我没受过专业训练，枪法也一般，出去反而会让他们分心。听话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很重，守好家。说完，他和老王拎着枪，揣好雷管，转身走向侧门的方向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心里沉甸甸的。长这么大，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个普通的超市老板，每天算计着进货价，跟顾客讨价还价，没什么本事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他身上的沉稳和果决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别担心，你爸和老王命大着呢。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坐下来。当年在边境执行任务，他们俩被一个排的敌人围在山洞里，都能杀出来，这点小场面不算什么。我点了点头，眼睛却一直盯着监控屏幕。屏幕里那伙人正在布置炸药，把成箱的炸药堆在正门的防护栏跟前，正在接引线。为首的男人时不时看一眼手表，看起来很着急。他们应该也怕怪物过来，所以想快点炸完就走。老赵盯着屏幕，淡淡的说：“爆炸声会把周围的怪物都吸引过来，他们不敢久留。”我没说话，心里默默祈祷我爸和老王能顺利得手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监控里炸药已经布置好了，为首的男人拿出打火机，准备点引线。就在这时，树林里突然传来2声枪响，砰砰，2个站在炸药旁边的黑衣人直接抱头倒地。来了！老赵眼睛一亮，剩下的3个人瞬间慌了，立刻转身朝着树林里射击。自动步枪的枪声连成一片，他们上当了，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。老赵嘴角微微上扬，你爸和老王肯定绕到后面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就看见炸药堆旁边突然闪过2个人影，正是我爸和老王。老王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往炸药堆上一放，然后拉着我爸转身就跑。紧接着一声巨响，轰！炸药堆爆炸了，火光冲天，碎石乱飞。离得近的那个黑衣人直接被炸飞了出去，剩下2个也被气浪掀翻在地，半天爬不起来。成了！我忍不住喊了一声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监控画面里尘土飞扬，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灰尘慢慢散开，只见我爸和老王已经退到了树林边缘，正往山背面的方向撤。地上躺着5具尸体，那伙武装分子全死了。漂亮！老赵也松了口气，笑了一声。我妈更是腿一软，坐在了椅子上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太险了，差一点我们就都困死在里面了。10几分钟后，侧门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，3下短，2下长，是约定好的暗号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打开门栓，拉开侧门。我爸和老王走了进来，身上沾了不少尘土，还有点血点子，但看起来都没受伤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妈立刻迎上去，上下打量。没事，都是敌人的血。我爸摆了摆手，把枪递给我，都解决了，一个没留。老王把剩下的雷管放回包里，咧嘴笑着说：“妈的，好久没这么痛快了，这群小子也太不经打了，2下就完事了。”大家都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。折腾了一整夜，终于把这伙麻烦解决了。别高兴太早。我爸却没笑，他走到控制台前，调出刚才的监控录像，定格在为首那个男人的脸上。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，谁啊？老王凑过去看，好像是以前老排长手下的一个兵，叫张猛，后来犯了错被开除了。我爸皱着眉，他怎么会有公示的坐标，还知道结构？难道是老排长那边泄露的？老赵问。不好说。我爸摇了摇头，老排长那边都是保密的，一般人拿不到图纸，除非他没说下去，但我们都懂，除非老排长那边出事了。指挥室里的气氛又沉了下来。老排长是我们唯一的预警来源，也是这场灾难里最可靠的信号。如果他那边出了事，那我们就真的是孤立无援了。我爸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转身走向卧室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面面相觑。几分钟后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走了回来，放在桌子上。那个铁盒子我见过，一直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，跟地图放在一起。我爸从来不让我们碰，这是当年老排长给我的，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开。我爸看着铁盒子，眼神复杂。现在应该算万不得已了吧？他拿起一把螺丝刀，撬开了铁盒子上的锁。盒子里东西不多，一个老式的军用电台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还有一份密封的文件袋。我爸先拿起文件袋，拆开，里面是一张更大的地图，上面标注着10几个红点，分布在全省各个地方。这是全省的预备工事分布图。老王瞪大了眼睛，应该是。我爸点了点头，指着西山的位置，我们这里是7号工事，甲等防御，物资最充足。还有一个1号工事，在西部山区，标注的是指挥中心。
心，老排长会不会在1号工事？我问。有可能。我爸把地图放在一边，又拿起了那本笔记本。笔记本是老排长的字迹，刚劲有力，从3年前开始写，断断续续的，前面都是一些琐事，比如检查工事进度、储备物资、培训人员。越往后，内容越沉重。3月15日，病毒样本泄露，研究所失控，已经出现感染病例，官方在压，但压不住。5月2日，周边3个城市出现零散感染，军队已经介入，但病毒传播速度太快，体液传播，潜伏期最长72小时，防不胜防。6月10日，上级下令启动预备工事计划，通知所有在册人员待命。但我知道晚了，很多地方已经失控了。7月10日，我接到消息，内部有叛徒把一部分工事的坐标卖给了地下势力，这批人会趁乱抢占工事，抢夺物资，一定要提醒各个工事的负责人，警惕外来人员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看到这里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刚才那伙人就是叛徒泄露坐标引来的。我爸继续往下翻，后面的内容更短。7月13日，最后一次预警，全面失控倒计时72小时，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老兄弟，守住工事，保存实力。我不知道总部能不能撑住，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反攻的那一天，但只要人还在，就有希望。建国，如果你看到这本笔记，替我活下去，守好7号工事，等着总部的信号。电台调到固定频率，每天凌晨3点开机一次。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：守住地下，就是守住火种。看完笔记，指挥室里一片沉默。原来老排长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他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。他给所有老兄弟都发了预警，自己却留在最危险的地方。我爸合上笔记本，手指微微颤抖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拿起那个老式电台，接上电源，调到了笔记里写的频率。电台里只有滋滋的电流声，没有任何信号。现在不是开机时间，每天凌晨3点才能联系。我爸把电台放在一边，语气很低，希望老排长没事。大家都没说话，心里都沉甸甸的。原以为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现在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铺垫和牺牲。好了，都别想太多了。我爸很快调整好情绪，拍了拍桌子，至少我们现在是安全的，工事没坏，物资充足，先把外面的烂摊子处理一下，尸体留在门口会吸引更多怪物过来。我去吧。老王主动说，我带点汽油出去，把尸体烧了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捡点他们的武器弹药。自动步枪可比霰弹枪好用多了。行，注意安全，带好枪，快去快回。我爸点了点头。老赵，你盯着监控，配合老王。好。老王拎着一桶汽油，揣好枪，从侧门出去了。我和我爸开始整理刚才那伙人的遗留信息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。我们在监控里看着老王绕到正面，把5具尸体堆在一起，浇上汽油，点着了。熊熊大火燃烧起来，黑烟直冲云霄。然后老王蹲下来搜他们的身，捡了几把自动步枪和几个弹匣，还有不少子弹。就在老王准备撤回来的时候，老赵突然喊了一声：“老王，快跑！左边树林里有东西出来了！”我立刻看向屏幕，只见左侧的树林里冲出来10几只怪物，朝着老王的方向狂奔过来。他们速度很快，显然是被火光和血腥味吸引过来的。老王也发现了，转身就往侧门的方向跑，边跑边开枪。但怪物太多了，越聚越多，从树林里源源不断的冲出来。陈哥，不好了，是怪物潮，至少有上百只，都往这边来了。老赵的声音变了调，我爸猛地站起来，抓过对讲机：“老王，快往侧门跑，我们接应你。”他转身就要往侧门冲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见监控画面里怪物群的后面出现了几个格外高大的身影，他们比普通怪物高出整整一个头，皮肤是深黑色的，手臂特别长，奔跑的速度比普通怪物快得多。他们没有像其他怪物那样乱冲，而是跟在队伍后面，像是在驱赶着怪物群往前冲。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这些东西好像有智慧。我指着屏幕，声音都有点发颤：“爸，你看那几个大的，他们好像在指挥怪物。”我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监控屏幕上。画面里那几只高大的黑色怪物站在怪物群的后方，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嘶吼。随着他们的叫声，原本乱冲的普通怪物立刻调整了方向，齐刷刷地朝着工事入口的方向涌来。他们真的在指挥！妈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老王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带着点慌：“这些鬼东西还进化了！别废话，赶紧往回跑！”我爸低吼一声，抓起枪就往侧门冲。陈白，你跟我来，我们出去接应老王。老赵，你留在监控室，随时报告怪物的位置。收到。我抓起一把霰弹枪，跟着我爸往侧门跑，心里突突直跳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刚才对付几个人类武装分子都那么险，现在对上百只怪物，还有几个未知的变异种，想想都头皮发麻。跑到侧门，刚好看见老王狂奔过来，身后跟着10几只追得近的怪物。快开门！老王吼了一声，我赶紧拉开门栓。老王一个箭步冲了进来，差点摔在地上。我和我爸立刻举枪，对着冲在最前面的几只怪物射击。砰砰！霰弹枪近距离威力巨大，最前面的2只怪物直接被打爆了头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后面的怪物还在往前冲，丝毫不知道畏惧。关门，快关门！我爸喊了一声，我用力拉上侧门，插上门栓，锁上密码锁。几乎是同时，怪物们撞到了门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，整个门都在震颤。呼呼！老王扶着膝盖大口喘气，额头上全是汗。妈的，差点就交代在外面了。
这些东西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？是被刚才的爆炸声和火光吸引过来的。我爸皱着眉，早知道就不烧尸体了，反而把他们都引来了。现在说这个没用了。老王直起腰，擦了擦汗，赶紧去正面看看吧，上百只怪物呢，正门那边估计更惨。我们立刻回到指挥室，监控画面里密密麻麻的怪物已经把整个正门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疯狂地撞击着肛门和防护栏，嘶吼声震耳欲聋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铺天盖地的压迫感。肛门在怪物的撞击下不停地震颤，墙上的灰尘速速往下掉。这么撞下去，门能撑住吗？我妈脸色发白，小声问。正门应该没问题，但是门框……老王走到墙边，敲了敲混凝土墙面。刚才炸药爆炸已经震松了一部分结构，现在再被这么多怪物撞，恐怕撑不了太久。能撑多久？我爸问。不好说。老王摇了摇头，如果一直这么撞，最多1天。要是那几个大的也过来撞，可能半天都撑不住。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。半天时间太短暂了，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门被撞破，然后被怪物冲进来撕碎，那就不能让他们一直撞。我爸眼神一厉，老王，你有没有办法在门外面弄点动静，把他们引走？引去哪？老王苦笑，这满山都是，引走一批还有一批，而且他们好像认准这里了，你没看吗？撞得特别执着。老赵突然开口，是那几个黑的在指挥，他们知道里面有人，所以逼着普通怪物撞门。他指向屏幕角落，那几只高大的黑色怪物站在不远处的石头上，像监工一样看着普通怪物撞门，时不时发出一声嘶吼，催促他们加快速度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爸眯起眼睛，只要干掉那几个领头的，怪物群就乱了，说不定就散了。可是怎么干？老王摊了摊手，我们在里面，他们在外面，枪打不到那么远，霰弹枪有效射程才几十米，他们站的地方至少有200米，出去打。我爸淡淡的说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妈立刻反对，外面上百只怪物，出去就是送死，不是硬拼。我爸摇了摇头，指向地图，我们从侧门出去，绕到侧面的山崖上，那里居高临下，离他们大概100米左右，用捡来的自动步枪点射，应该能打中。老赵点了点头，那个位置我知道，视野很好，而且后面是悬崖，怪物不容易绕上来，打完我们就能撤回来，很安全。我也去。我立刻说，我枪法虽然不好，但也能帮忙打普通怪物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行，你跟我们一起。老赵，你留在监控室指挥，随时告诉我们怪物的动向。老王，你守好正门，万一有情况，立刻通知我们。放心吧。老王拍了拍胸脯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准备。我爸和老赵各拿了一把刚捡来的自动步枪，压满子弹。我拿了一把霰弹枪，揣了好几盒子弹。我们从侧门出去，沿着山壁往上爬。西山不高，但很陡，到处都是石头和杂草。我们爬了大概20分钟，终于到了我爸说的那个山崖平台。这里果然视野很好，整个工事入口的情况尽收眼底。上百只怪物挤在门口，像潮水一样撞着门，嘶吼声连成一片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那3只黑色的变异怪物站在入口右侧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比普通怪物高出一大截，特别显眼。看到了吗？3个目标。我爸蹲下来，端起步枪，我打左边那个，你打右边那个，中间那个留给我补枪。好。老赵点点头，也端起了枪。我趴在旁边，举着霰弹枪，盯着周围，防止有怪物摸上来。砰砰，2声枪响几乎同时响起，左边和右边的2只黑色怪物晃了晃，其中一只直接从石头上栽了下来，另一只却只是晃了晃，没有死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朝着我们的方向看过来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，没打中要害。老赵皱了皱眉，这东西头骨太硬了，不好，他发现我们了。我心里一紧，随着那只黑色怪物的嘶吼，下面的怪物群里立刻分出了几十只，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。赶紧补枪！我爸喊了一声，再次扣动扳机，一连串子弹射出去，打在那只黑色怪物的身上。他晃了晃，终于倒了下去。3只首领都解决了，下面的怪物群果然乱了，不再集中撞门，开始四处乱转。冲我们过来的那几十只也慢了下来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成了，撤！我爸挥了挥手，我们立刻转身往山下撤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下去。我伸手去抓旁边的石头，却抓空了，整个人往山坡下滑了一截。陈白！我爸喊了一声，我稳住身体，刚想爬起来，就看见下面的树林里冲出来2只怪物，直奔我过来，距离太近了，不到10米。我心里一慌，立刻举枪射击。砰！霰弹枪打在最前面那只怪物的胸口，把它打飞了出去，但另一只已经扑到了跟前。腥臭的风扑面而来，我甚至能看见它嘴里尖牙上的血渍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怪物的头爆开了，软软的倒在我身边，是老赵开的枪。快走，别愣着！老赵喊了一声，我赶紧爬起来，跟着他们往山下跑。身后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怪物群又追上来了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终于冲回了侧门。老王在里面接应我们，立刻关上门。刚关上门，怪物就撞到了门上，震得门嗡嗡响。呼，好险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刚才那一下，差点就没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，以前总觉得末日离自己很远，直到现在才真切地感受到，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。回到指挥室，监控画面里，怪物群果然散了不少，剩下的也不再集中撞门，只是在门口徘徊。管用了，老王松了口气，没了领头的，这些东西就是没头苍蝇。大家都松了口气，以为这关又挺过去了。可我爸却没放松，他盯着监控画面，眉头皱得很紧。不对，你们看，他们没走。我们凑过去一看，果然那些怪物虽然不再撞门了，但都围在入口周围，没有散开的意思。他们在周围游荡，时不时朝着门的方向吼2声，像是在守着我们。他们怎么不走？我疑惑地问。没有首领指挥了，他们怎么还守在这里？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吃的。老赵淡淡地说，刚才老王出去，还有我们开枪，都让他们记住了，这里面有活人，他们会一直守着，直到把门撞开，或者我们饿死在里面。我心里一寒，这是要把
把我们困死在里面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跟他们耗着吧？我说我们物资是够，但总不能一辈子不出去吧？先耗着吧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反正我们里面物资充足，耗得起，等他们饿了，自然就走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大家心里都没底，谁知道这些怪物会不会饿，会不会走？接下来的一天，我们就在紧张的戒备中度过，轮班休息、吃饭，盯着监控，检查工事结构。怪物一直没走，反而越聚越多，好像周围山里的怪物都被吸引过来了。到了晚上，监控画面里已经有几百只怪物围在门口了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而且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老王检查完正门的结构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很难看，情况不太好，门框的混凝土已经裂了好几道缝，再这么下去，撑不过明天早上。怎么会？他们不是不撞了吗？我妈惊问。他们是不集中撞了，但架不住数量多啊，时不时就有几只过去撞两下，积少成多，裂缝越来越大了。老王皱着眉，而且我担心再出现那种黑色的领头怪物，指挥他们集中撞的话，可能几个小时就破了。指挥室里一片死寂，难道我们终究还是守不住吗？我爸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开口，声音很沉：老王，你还记得工事入口上面那片松动的山体吗？老王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你是说预埋的炸药？对。我爸点了点头，当年挖工事的时候，老排长特意让我在入口上方的山体里埋了一吨炸药，说是最后关头用的，一旦引爆，整个山体都会塌下来，把入口彻底封死，外面的怪物再多也进不来。可是那样的话，正门就彻底废了。老王说，以后我们就只能走侧门了，而且侧门也可能被塌方影响，总比被怪物冲进来强。我爸看着监控里密密麻麻的怪物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正门一旦破了，我们谁都活不了。引爆山体，封死正门，至少能保住工事内部。大家都沉默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什么时候引爆？老王问。等天亮吧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天亮了看得清楚，也能确认一下山体塌方的范围，别把侧门也堵了。所有人都点了点头，没有异议。这一夜没人睡得着，大家都坐在指挥室里，盯着监控里的怪物，等着天亮。天慢慢亮了，晨光透过通风口照进来一点点微光，外面的怪物还在徘徊，数量比昨晚更多了。我爸站了起来，拿起引爆器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都点了点头，握紧了身边的扶手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引爆按钮。几秒钟后，整个山体剧烈的震动起来，像发生了大地震。头顶的灯不停摇晃，灰尘簌簌往下掉，耳边是轰隆隆的巨响，持续了很久很久。我紧紧抓着桌子，感觉整个工事都要塌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震动终于停了，周围一片狼藉，地上落满了灰尘和碎石。嗨嗨，我妈咳嗽着拍了拍身上的灰，都没事吧？我爸问。没事，大家纷纷应声。老赵，看看监控，正门那边怎么样了？老赵立刻操作控制台，切换到正门的监控，可是屏幕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监控摄像头被砸坏了，信号断了。老赵皱了皱眉，不过听声音应该是塌了，整个入口都被埋住了。走，去侧门看看，确认一下情况。我们一行人走到侧门，打开一条缝往外看，只见正门的方向已经变成了一片乱石堆，整个山头都塌了下来，把入口埋得严严实实。那些怪物也都被埋在了乱石下面，看不到一只。周围很安静，没有嘶吼声，也没有撞击声，危机好像解除了。老王松了口气，太好了，终于清静了。我妈也露出了笑容，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可我爸却没笑，他看着远处的山林，脸色凝重。别高兴太早，怪物是埋了一批，但山里还有更多，而且他顿了顿，眼神越来越沉。爆炸动静这么大，说不定会引来更多更厉害的东西。话音刚落，远处的山林里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，那声音比之前黑色怪物的叫声更响，更有穿透力，震得我们耳朵都嗡嗡响。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处的山头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，它比之前的黑色变异怪物还要大得多，站在树林里，比树还高。它朝着我们的方向发出了一声咆哮，好像在宣告它才是这里的新王者。那声咆哮过后，山林里陷入了短暂的死寂。我们躲在侧门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喘，死死盯着远处山头上的那个巨大黑影。它实在太大了，站在树林里，肩膀比周围的松树还高，粗略估计至少有3米多高，隔着几百米远都能感觉到它身上传来的压迫感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老王的声音有点发颤，手里的枪都握紧了。变异成精了？没人回答他，我们都看傻了。之前的黑色变异怪物就已经够让人意外了，现在居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巨型的。他好像没发现我们。老赵压低声音说，他只是被爆炸声吸引过来的，还不知道我们在这。话音刚落，那只巨型怪物低下头，在地上嗅了嗅，然后缓缓地朝着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。他每走一步，地面都微微震动。坏了，他闻着味过来了。我心里一紧，关门，快关门！我爸低吼一声，我立刻用力拉上侧门，锁死所有锁扣。刚锁好，就听见外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咚咚咚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们心上。我们屏住呼吸，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。脚步声停在了侧门外面，紧接着是低沉的嗅闻声，就在门的另一侧。然后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侧门猛地往里凹陷了一点，墙上的碎石簌簌往下掉。他在撞门，妈的，这东西力气也太大了！老王骂了一句，赶紧扶住门后的支撑柱。又是一声巨响，侧门的门框出现了一道裂纹。不行，侧门撑不住他几下。老王脸色惨白，这门才20公分厚，跟正门没法比，他撞个3、5下就得破。那怎么办？我妈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爸咬了咬牙，眼神一狠，老王，侧门后面的通道能不能炸它？可以，但是老王愣了一下，炸它了，我们就彻底出不去了，所有出口都封死了，总比被他冲进来强。我爸沉声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人活着，以后总能挖出去。他
他说的对，一旦这只巨型怪物冲进来，我们5个人根本不够他塞牙缝的，炸他通道，至少能保住我们的命。行，我去布置炸药。老王立刻点头，转身去拿他的炸药包。你们先往后撤，撤到第2层去，我布置好就下来，小心点。我们立刻往第2层撤，刚走到楼梯口，就听见上面又是一声巨响，比之前的都响，然后是老王的喊声：快撤，门快破了！我们赶紧往下跑，跑到第2层的设备间，躲在厚重的承重墙后面。几秒钟后，老王也冲了下来，手里拿着引爆器，都躲好了。他按下按钮，轰！一声闷响，整个通道都塌了，灰尘顺着楼梯往下涌，呛得我们直咳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灰尘才慢慢散开。我们回到楼梯口往上看，通往第1层侧门的通道已经被乱石和泥土堵得严严实实，一点光都透不进来，应该安全了。老王擦了擦汗，那东西再厉害也挖不开这么多石头。大家都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。1天之内，2个出口都封死了，我们彻底被困在了地下。现在好了，真成地鼠了。老王苦笑了一声，想活跃一下气氛，但是没人笑得出来。虽然暂时安全了，但一想到彻底被困在地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，心里就堵得慌。我爸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别垂头丧气的，至少我们都活着，工事也没坏。他环顾四周，第2层和第3层都完好，物资都在，水电通风都没问题，不就是出不去吗？老排长让我们守住地下工事，我们就守好，反正物资够10年，慢慢熬，总能熬出头。他的话很有力量，大家的情绪都稳定了不少。是啊，至少还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慢慢适应了地下的生活，每天的作息很规律，早上起来检查设备，清点物资，然后老王带着我研究工事结构，看看能不能挖一条新的应急通道。老赵负责调试电台，每天凌晨3点准时开机，尝试联系老排长和其他工事。我妈负责做饭和整理物资，把储藏室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没有了外面的嘶吼和撞击声，工室里很安静，甚至有点安逸。除了见不到阳光，一切都还好。我爸每天都会去他方的通道那里看看，用锤子敲敲石头，看看有没有松动的迹象。每次回来，他都摇摇头，说堵得很结实，想挖出去至少得几个月。我们也不急，反正时间多的是。只是每天凌晨3点的电台一直没有信号，只有滋滋的电流声，从来没有人说话。大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有点担心，老排长会不会出事了？1号工事会不会也没守住？直到第5天的凌晨3点，那天轮到我陪老赵值班，守着电台。跟往常一样，电台里只有电流声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刚想让老赵去休息，突然电台里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。7号工事收到，请回答。我一下子就精神了，猛地凑过去，老赵，有声音，你快听。老赵也立刻凑过来，调整频率，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是个沙哑的男声，很沉稳。7号工事陈建国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我是1号工事周排长，是老排长。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赶紧拿起对讲机喊我爸，爸，快过来！老排长的信号联系上了。很快，我爸和老王、我妈都跑了过来，连鞋都没穿好。我爸一把抓过话筒，手都在抖。老排长，是我，陈建国，我们都活着。7号工事完好。电台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老排长的声音，带着点笑意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能守住。听见老排长的声音，我妈当场就红了眼圈，老王也挠了挠头，嘿嘿的笑。这么多天的担惊受怕，在听见老排长声音的那一刻，好像都烟消云散了。老排长跟我们说了一下外面的情况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，全省的城市都失控了，军队的防线崩了，大部分官方机构都瘫痪了。他带着剩下的1个连，守着1号工事，里面还有2000多个幸存者，都是撤离出来的科研人员和家属。叛徒已经找到了，就是张猛那个小子，偷了一批工事坐标卖出去，已经被我处理了。老排长的声音很冷，现在还有10几个工事联系不上，不知道是没守住，还是电台坏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爸问。守着。老排长说得很干脆，总部已经撤到西部大基地了，正在组织反攻，但是需要时间，少则2、3年，多则5、6年。你们守好7号工事，保存实力，照顾好自己人。物资不够了就跟我说，我想办法给你们送。不用，我们物资够，10年都够。我爸笑了笑，老排长，你那边人多，要是不够，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你操心，我们这边也充足。老排长顿了顿，语气缓和了点。建国，照顾好嫂子和孩子，等局势稳了，我去看你们。哎，好，你也保重。又聊了几句，信号开始变差，断断续续的，信号不稳，就先这样。每周3凌晨3点，我准时开机，有事就喊我。好，老排长保重。电台里又恢复了滋滋的电流声，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亮了起来。原来不是我们孤军奋战，还有老排长，还有其他工事的幸存者，还有总部在组织反攻。我们不是在等死，我们是在积蓄力量，等待黎明。从那天起，我们的日子更有奔头了。老王带着我，每天挖一点新的通道，进度很慢，但每天都有进展。我们计划挖一条通往山背面的小路，不用太宽，能容1个人出去就行，方便以后联络。老赵把电台修好了，信号比以前强了不少，每周3都能跟老排长聊几句，互通消息，有时候还能收到其他公事的信号，大家互相报平安，交换物资信息。我妈在储藏室里开辟了一小块地方，用箱子种了点蒜苗和豆芽，虽然不多，但总能吃点新鲜的。我爸还是每天巡视工事，检查设备，整理物资。他把老排长的笔记翻了很多遍，在上面补充我们的情况，说以后出去了还给老排长。日子平静又安稳，有时候我会忘记外面是末日，感觉就像小时候一家人在乡下的房子里，平淡又温馨。这天我跟着老王挖通道，挖着挖着，前面的土松了，透进来一丝光亮，通了！老王兴奋地喊了一声，我们赶紧清理掉最后的泥土。一个小小的洞口出现在眼前，外面是山林的景色，阳光照进来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我们成功挖通了一条应急通道。我趴在洞口，贪婪
然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，看着天上的太阳，眼睛有点发酸。整整1个月，终于再一次见到阳光了。我爸和老赵他们也过来了，站在洞口看着外面的山林，都没说话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暖的。外面好像没什么动静。我小声说：“怪物都走了吗？应该是散了，找不到吃的，自然就走了。”老赵观察了一下周围，不过还是不能大意，以后出去都要结伴，带好武器。我爸点了点头，看着远处的城市方向，那里还是灰蒙蒙的，看不见烟火，也听不到人声。爸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？我问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不急，我们守好这里，等着就行。”他顿了顿，嘴角露出一点笑意。老排长说的对，守住地下就是守住火种，只要人还在，家就在，一切都能重来。风从洞口吹进来，带着山林里草木的气息。远处的山林里偶尔传来几声鸟叫，清脆悦耳。我看着外面的阳光，心里很平静。是啊，急什么呢？我们有吃的，有住的，有家人在身边，还有希望。外面的世界虽然残破，但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，守住我们的地下工事，守住我们的家，等着黎明到来的那一天。